你可叫奴家好找啊！天外天的石头都快砸下来了，你还有时间抓我？别说是天外天的落石砸下来，就是整个天塌下来，老娘也要抓你！你不管这些破石头，待这些石头落下来，这一城的人可都没好果子吃。收拾这破石头是别人的事，收拾你却是老娘的事。你本就是我的欲望孕育而生，还不知道老娘的脾气吗？想用这事逃脱，没门儿！修仙者也敢坏我的事！哟，说是哪来的凡人修仙者，竟然还救了奴家呢？方才情急之下贸然出手，现下看来，仙长并不需要我的帮助。居然敢不听完奴家的话就走！快起来！你救得了一时，也救不了一世。天外天落石，上面怕是出了大乱子。你现在救人，没什么用。至少现在我心无愧。快走！你能救多少？能救多久？无愧于心。能无愧到什么时候？唉，算了，看在你今日也算帮了奴家的份上。看来上面也不算是太乱，该负责收拾的还是在负责。遇见我，算是你的机缘。妹妹，娘子，妹妹，总算可把你盼来了。这多年不见，妹妹一来可就羡煞奴家啦。哎呀，我一下子就好冷啊！好，怪奴家，我这不是心急吗？你体内的气息怎么如此薄弱？许是最近忙了些，不碍事的。神君倒是看起来不如以往了。这外面风大雪大的，
别在外面待着了，我带你进去。快点吧。这么久妹妹也不来看看我，可想死你了。我们这不是来了吗？那你多住几日啊？金娘子，您看我这宝贝怎么样？哎呀，不换了，不换了！金娘子，你们可不能这么看奴家，奴家可是要成亲的人了，相公会吃醋的。哎，不是，金娘子，你当真要嫁人？这3日我日日都来做买卖，可未曾见过你那相公在哪儿呢？是啊，他莫不是根本就不在意你这夫人吧？自是被奴家藏起来，哪能让你这种货色瞧见？今日有贵客，不做买卖了，散了吧。都怨你什么呀？你抢男人了？白来了。不过是威逼利诱了一下，他与他门派中的人受了伤，我答应他救人，顺便让他与我成亲。我这也算不上抢吧，而且我觉得他应当是喜欢奴家的。来的路上听说，那人被金娘子追了10余年，也未曾有半点松口，想来是个极为固执，也极有骄傲和尊严的人。如今这般被胁迫，金娘子这个觉得到底有几分正确呢？就该如此。那人定是喜欢你的，不然再如何也不会答应娶你。不管别的了，依我看啊，不如生米煮成熟饭，省得蹉跎。神君这话说的在理，这千年雪狐的狐球你拿去，可比你脑子顶用多了。那我不客气了。拿走，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。走，给你道个前因后果。娘子，怎么了？陆先生又渴了，你在房间等我。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喜欢金娘子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他喜欢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让他去纠缠那个男的，总好过让他来烦着你。你可是我的。来，披上。自私啊！无耻！子纯，快起来！你身体不适？相公这可是在心疼奴家了，奴家真是好生开心。需要自作多情。此前你同我说，把我门派中的人都治好了，所以赶他们下山。现如今，他们可也会如我这般。子纯，我独来独往惯了，从来不屑于跟别人解释什么，更不会骗人。但面对你，我好像总是破例。你门派中那些人的伤，对凡人来说也许有些棘手，但对我来说却并不算难治。我说治好了，便断不会骗你。言尽于此。相公若是不信，
奴家也没法了。老待在屋里对你身体也不好，今日外面晴好，你歇息一会儿，便出来走走吧。娘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今天有客人来了，还是娘子亲自去接的呢。能让咱们娘子这么重视啊，这可难得。哎，我有幸远远的看了一眼，那男子可风流倜傥了，比咱们院儿这位还要强上100倍呢，那身气质。哎，听说还跟咱们娘子交情匪浅呢。真的吗？今日这位好似又惹娘子不开心了。你说这3天2头的，娘子再好的耐性也给磨没了吧？如今又来这位，你说这次婚礼到底能不能办？哎呀，娘子的心思，那岂是你我能猜的？就是当年收拾了那股邪气以后，我一时心软就把他给救了，就是那一救，让奴家动了这该死的凡心。把那毛肚下了。哦，原来是你救了他，那按道理说，他应该喜欢你才是，怎么反过来了？对啊，对吧？就该是他先动心才是啊！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这人他就是个榆木疙瘩。你这是心生偏执，也不一定是喜欢他吧？是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最开始确实是只想逗逗他，但是他越不从，我就越是不想放弃。唉，这么一过去，这也20年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是执念还是喜欢了。但是旁的不说，20年了，他就是块石头也该被我捂热了吧？他这凡人，他就是块千年寒冰，我就是有3昧真火也容不了他。这还是让我逮着他软肋了，他仙门出事儿了，这我才威逼利诱让他娶我的。妹妹，奴家心里好苦啊！哎，毛肚好了，再不吃老了。哎，他可有喜欢的人啊？或者是有什么不能和你在一起的苦衷？他有没有跟你说明过啊？从来都没有说过吗？你道人人都像神君先前那般身负重任，不得动情吗？他说的没错。哎呀，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样善于忍耐的。近些年来，你是越发的不知廉耻了。过奖了。穆子纯啊，就是被那些凡人修仙者的说法给僵化了脑袋。他非跟我说什么人与妖不相同，他就是不肯相信我只是对他这个人有想法。我逼他成亲的时候，他都还一本正经的跟我说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糊了。
不会吧？来来，不是，他还问我到底想干什么？没看见奴家那一大殿的稀世珍宝吗？他一个凡人，也好意思来问我要什么？但是我当时啊，我都没生气，我就直接跟他说：“奴家想要你呀。”多甜蜜的一句话呀，是吧？他呢？他还是那么一脸严肃的跟我说：“没个正经，胡言乱语。”你听听，你听听他这个话说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走了。我当时别提我有多伤心了。那你为何不将他那种木讷无趣的举动理解为一种羞涩的表现呢？我跟仙人打交道还算比较多，就像他这种从凡人修仙而成的仙人，多半呢都是那种木讷无趣、内心极度压抑的。他或许会觉得你是在调戏他，他又没有办法调戏回来，所以才会落荒而逃。那依你之见，这个人是什么心态啊？既非有心爱之人，亦非真心厌恶你。他放不下的，只是一种固执罢了。如此，我们不妨试一试。怎么说？你在他身边20多年，他都无动于衷，这说明他习惯于接受。那我们就把赋予他的全部都拿回来，让他一无所有。你先想想吧，这些年来你都给了他什么？我们一件一件的讨回来。他其实并不是在帮金娘子吧？他这分明就是觉得好玩啊！这一肚子坏水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又胡了。你出老千吧。你是不是藏牌了你？来，我看看。你怎么都没输过呀？又来。我好像什么都没给过他，又好像把我自己所有的都给他了。那就把你自己收回来。这段日子，你就先爱上别人吧。谁？只好是我喽。不行，我来。看什么？你可是我的。娘子，这些日子别来爱我吧。呀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我今天还没去看子纯呢。你每晚都去看他吗？他有伤在身吗？能死不？这倒不会。不能死就不要去了。你别忘了，刚才我们怎么说的？从今天开始，全部拿回来，叫他一无所有。这样不去，便是成功打响第一战。来。好。这教训别人相公的一场戏，倒是把自己的夫人给搭进去了，真不划算啊！你分明是在逗人家玩，我怎么可能只是看着？不然我多不开心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们正直的碧苍王变坏了。自从遇上你，我就开始变坏了。这方法可管用？自是管用。失去的滋味，我体会的比任何人都深刻，不是吗？
昨晚难得过了个安生日子。自打被他带到此处开始，他就没有不缠着的时候。突然得了一日闲，竟恍觉周身安静的不习惯，连带着心底也空荡荡的。昨日他亲自去接的客人，是他的老友吗？和他有什么渊源？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哎，娘子，这满院的红梅可真喜人呐！我上次来的时候怎么没见到如此美景啊？太遗憾了。阿离若是喜欢，便长久待在奴家这里，可好？好。哎，子纯，这是？这便是我即将成亲的相公穆子纯。子纯，这是阿离。这人与金娘子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金娘子啊，金娘子，可是怨恨我当年狠心离你而去吗？这一别多年，再见面你却要与别人成亲了。有没有感觉到他在痛，在颤抖？阿离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还当着子纯的面呢。若先前我还有几分不确定，那现在见此眼神，我便安下心来，专注于演这一出戏了。要是你们真心相爱，也就罢了。但我听别人说，此人的心根本不在你身上，你又何苦强求呢？他强求与否，与君何干？阁下这句话，于啊。是吗？如此说来，这下人们之间的传闻不可信喽？实则你是在意金娘子的，是吗？与你无关。自然有关。我爱的女人，我容不得她受半点伤害。你若不是真心实意的爱她，那便恕沈离得罪了。我就算是抢，也要把她从你身边抢走。阁下早些年干什么去了？想怎样，随你去。反正我现在也不过是一个阶下囚。你不要走啊！哎，阿离，算了吧，这让我太难堪了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挺有成效的。娘子，不如我们打个赌吧。赌什么？你们成亲之前，必定让这穆子纯缴械投降，你信吗？我等了20年，也没能让他投降。但如果真的要赌的话，我希望这个赌局，我能输得一败涂地。这赌局定然如你所愿，只不过，若是你输了，你要送些什么宝贝给我们家沈离啊？你为何在此处幻化成了梅花？要不然我怎么看热闹呢？神君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半分亏也不吃。奴家这一琢磨，什么奇珍异宝你们没见过，定是都不稀罕的。
但现在恰巧奴家这里有一物，是一上古玉佩，佩戴在身可助受伤的神明调气养生。这个物件放在以前，神君肯定是不稀罕的，但若是对现在的神君来说，那可是个大宝贝。若是得了此物，日日佩戴在身，他日再恢复往日神力也并非不可。真的吗？你为何不早说？妹妹奴家自是不防，防的可不就是今日神君吗？有如此宝贝，我自当尽力。为了早日见分晓，不如明日我便横插一脚。当真是让你看了戏，又让你占了便宜。金娘子，她亏得可不轻啊。我倒是觉得金娘子很乐意让咱们占这个便宜，毕竟最后受益的可是她嘛。今日这般，你阴，我阳，这感觉就很像我们往日里相处时的感觉啊。阿离，可还适应？适应。阿离，可还喜欢？喜欢。你就是这般对金娘子好的？阿离，这人是谁啊？他怎么这么凶啊？鼻炎太过了，我怕我接不住。我相信你。如此花心之人，竟敢妄言不让他受半点委屈，你可知你今日的作为就是给他最大的委屈？那就再委屈一下了。你是骗他的？是啊，我是骗他。那又如何？与你何干啊？我花心又如何？我骗他又如何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，我只是想得到他的万贯家产，我只是想把他骗到手，待我得到他所有的金银财宝之后，我再休了他。对，然后用他的万贯家财来养我。没错，用他的万贯家财来养你。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是不喜欢金娘子吗？正好，到时我娶了金娘子之后再放你走，不正符合你的心意吗？你生什么气呀？混账东西！住手！哎呀，好可怕呀！莫怕。这样的人，需要再惦记。那我该惦记谁啊？你吗？
对我有所图也好，这样至少能给我个机会，总比那些什么也不图，却什么也不给我的人来的强。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做什么？选择一个不可能的人吗？这不是奴家对你做过的事吗？怎么？这件事只允许奴家对你做，不允许奴家对别人做吗？先前你那般不愿，如今过去这么久了，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，便走吧。奴家缠了你这么多年，早就累了。现如今，我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别的出路。我放你走，你早些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回你的仙门吧。不用再被我这个妖女纠缠了。哎呀，看来娘子还是对我情根深重啊。你们看，我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，他还是没什么反应。看来，神君，你的东西是赢不走了。这个赌局我赢了。这可说不定。回头你让侍者把他的东西都收拾好，送下山，然后跟他说，你已有归宿，这个地方留不住他。你看他答不答应？这可不行，金娘子好不容易把穆子纯绑在他身边，说走是可以说，但是不能这么做，不然金娘子岂不是功亏一篑了？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啊？我刚才那话都说到那个份上了。他要走便让他走吧，我是真的累了。本来我想着把他抢回来，就这么过也挺好的。但是现在你们一试，反倒试得我心里不确定了。你说以后如果成千上万年，我一直跟这么一个不在乎我的人一起过，那我还不如像以前一样，自己一个人潇洒的过好了。我现在就让侍者收拾他的东西，让他赶紧下山。唉，他们感情还是挺深的，只是这个凡人修仙者太过迂腐了。难道真的就让他们这么错过吗？王爷觉得我会让事情发展成那样吗？你又有什么馊主意？等一会儿，你只需要把金娘子打晕就好。为何啊？哪儿来的这么多为何？
你不用安慰我。你运功干嘛？帮你。娘子，姑娘，你做什么？你家主子已经被碧苍王给杀了，这整个极北雪域都属于碧苍王了。你们也成为了他的下属，怎么还不跑？你这般说是要做什么？娘子遇害了！娘子遇害了！怎么回事？娘子遇害了！怎么了？走走走，快去叫人！娘子遇害了！等一下，你就掐住金娘子的脖子，等到有人来救她，你就随便与那个人过上几招，就任凭他把金娘子带走，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带着好东西回家了。你怎么知道事情会按照你说的那样发展？谁还没作过一段时间啊？我去掐着他。一个凡人修仙者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大概是拼了命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咱们要怎么善后？善后？那是我们该想的事儿吗？子纯，你可还好？伤在哪里？伤在哪里？你放心，我定能将你医好。阿离好像只是将我打晕了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子川，你默契，这次真的不是我想的。先前我说的话还是作数的。行，行。娘子，这是碧苍王和行止神君送来的天外天的星辰，恭祝娘子大喜。谁要他们这假石头？哎，你放这儿吧。你去转告他们，这段姻缘就是他们送给我最好的礼物了，我就不说谢谢了。还有，
这个玉佩是我给他们的回礼。是。我说过，只要你是神力，这一切就不会变。不论你是魑魅，还是其他，星芷，此生有你，足矣。神力，魑魅王已被六名操控，丧失了理智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必须先控制住他，不能让他滥杀无辜。神力，可以净化他。我来助你。
刘宇，是雨酱撑不住了。不可能，我们赢不了！醒醒！这不是逃就能逃得掉的。此战就是生死存亡之际，这是最后一战，你拎清楚了吗？若皆非为己而战，你若逃了仙灵两界，无路可逃。不准退，一步也不许退！你这不战胜，便战死！不战胜，便战死！不问。众志成城，一定还有生机的，一定还有。沈离，天外天的破碎无法阻止，或许是天道实在受不了我这样不乖的神明。莫说这些了，接下来的话你一定要听好，因为需要你来决断。他们以另外四物代替了徐天渊原有的封印，但此四物远比不上原来的山河之力，是以徐天渊只是被我暂时撑住，且入口仅被我的结界强行封住。现如今唯有一方可以破局。你直说便是。我会把那四处封印带去天外天，使之与天外天相连。如此甚好，可以同时解了天外天与灵界的危机。但在我将虚天渊与天外天相连之时，火之封印必须要撑住。靠这杆枪恐怕是不够的。彼时，虚天渊与天外天一同消失，于仙界无损，于灵界无害，唯一会受牵连的只有你。你知道我会怎么选的。我知道。别犹豫了，毁了虚天渊吧。
好歹也是你自己的性命，你怎么都不犹豫一下就答应了？犹豫不是我的性格啊。抱歉，你千辛万苦救回来的这条性命，又要让我给玩没了。等我处置好那4个封印后，我便回来陪你。一时行至身亡，天外天与虚天渊一同消失，于灵界无踪，于仙界无痕。这些你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。其实你在虚天渊外就可以做完，你何必？没有你闪离的世界，我已经不敢想象。如今与你同归，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结局。我只是怕，到最后连同归也不能。不会的。击溃风沙千万阳，鲜血染红妆，驰骋天地成苍。全力以赴的战场，每次碰撞迸发的火光。剧情让我肆意生长，助你的力量，摇撼心中信仰。看那一抹残阳，生机向往。仙君，我会离开此处一阵，神力或许会减弱。虚天渊外这个临时的结界，怕是要劳烦各位支撑一阵。自是义不容辞，我等必不负神君所托，自守虚天渊结界。不用君他日，或有所成。但伤口也无法愈合了。原来我的神力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。看来没有此一走，我也快走到尽头了。
若是冷漠不仁，这世间万物，谁能比得过你？早而用之，废而弃之。什么神明之力，敢与天道媲美？简直胡言乱语。现下想来，无论是谁，都是你手中败能之物罢了。兄弟狂太缩小，一定是神去做了什么。按照那法号神君刚才说的，在一切结局之前，守好结界。天啊天，这徐天云终于连在一起了。以我身上的胆子，终于可以放下。
做了个美梦，醒来便能看见你，实在是再好不过。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去，行止，你对自己也太狠了。抱歉，让你也一起害怕。谁要你道歉了？我是在心疼你。被人心疼的感觉真的还不错。我一直都很心疼你。此一时为与你才算做成全。每一回眸你在身边，像静默于眼中眷恋。我会在意此生的命运。今生能遇见一个神灵，实乃大幸。现在谁都出不去了。一开始也没打算出去，这样挺好。只手只身伴着念，不问期限，天地莫不皆风情。似与今于无止境，或离去谁苦等终是归期，再盼朝夕。如此刻相识无声，抵过千言。此一世为与你才算做成全。每一回眸你在身边，像静默于眼中眷恋。来冷却，再浮现不变。刘宇，你在哪儿啊？风来，沈沐月，林间小院没有了，雨院也没有了，只有这里还有一点他的气息。刘宇呢？未曾想过，还有一天能见到你。刘宇呢？死了。千年时光，只怕连他的尸骨都找不到了。不可能！他说他要等我的。他说他要等你，但世事总难如愿。千年之前，你被封在了虚天渊中。刘宇不久便亡于虚天渊前，是我亲手葬的他。
可我在这里还能感受到一点他的气息。他为你留下了一个女儿。女儿？他为你留了一个女儿，也算是延续了他自己的生命。为了保她，他冠以我的姓，名为沈离。这就是他此前所住的地方。你所说的气息，便是他留下的。你现在到了这儿，说明阿离已经替代了你，成为了徐天渊的封印。女儿，徐天渊。刘禹王在了徐天渊前，如今沈离在徐天渊之中，这也算是他们母女相逢的一种方式了。刘宇，喜欢这个孩子吗？喜欢，比喜欢自己的生命更喜欢。他把内丹给了孩子，用此方法延续自己的生命。生命就像这流水一样，有时会湍急，有时也会枯竭，但永远都不会停止。这便是生命的延续。凤来，你死去，必是凶多吉少。我这么做是为了刘宇，也是为了雨儿。抱歉，我还是要救阿离。王爷还在里面，沈离进去了也未曾出来。如今这徐天渊他是有人在帮我们。王爷，神君！啊，他飞进去了！这父皇怎么跟沈离那般相像？千年岁月，我倒是差点忘了魑魅王的模样。徐体渊，守住了。
我们俩可真狼狈。虽然你是上古的神，但我觉得你还是差了点儿。不过，也已经很好了。你的眼睛跟刘宇的远动苍茫，世间的光全都因你而点燃，心的风浪穿破日光，手尽西下。风行世上无畏天放，驰骋都困在痴然流星守望。恍然又见你，清风校园灯亮盏，梦醒时分，谁又轻叹孤单？
眼见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残。想一汪苦水，甘愿沉默不知返。水中月似谁系，如水一怎断？长夜太寂寥，有你方可渡彼岸。无所吃饭了。为你空谈，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。转动星辰，愿赎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星矢！星矢！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。转动星辰，愿赎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威胁到三界的存亡。这天地间不需要能与天道抗衡的力。神，这个与生俱来的职位，是时候功成身退。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。神明没有存在的理由，可是你还有存在的理由啊！不是神明，是星矢，是你。你难道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吗？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，只剩你了。你不懂得照顾自己，也不懂得心疼自己。若是可以，我想替你照顾你，带你心疼你。是啊，你要说到做到啊！你要说到做到啊！自体遇见，而且当时玩了个彻底，也算是做了一次自亏，做了一次你的拖累。这个时候，你还开得出这种玩笑？那你便笑一笑。
惨不忍睹。阿离，这是你梦中的那束光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要你陪我去找那束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以后你一定会找到那束光。你明知道的，我要找的是那个闪闪阳光的星矢。我到哪儿再找一个星矢？星矢，你看，天道终于承认了你是神的身份。终究让你化成了天地间的一道神迹，与万物同在，向天地同寿。我再也无法遇见你了。是神光，是星至神君归天的神光。恭送神君，恭送星至神君。必擦我，神君已然归天，神识不在，他的身体也不能随意留在下界。历代神君归天，都是以三昧真火将其度化无形，请将星至神君交于我吧。不行，神君尊体一定要以三昧真火火化，方能保世间周全。他在时，你们事事要他保三界周全，护天下苍生。如今他死了，你们竟连他的尸骨也不放过。若有本事，便从本王手中抢过去吧！若真将他抢去烧了，他日我沈离必定火攻九重天，势必要烧得你仙界
片甲不留。毕三王，你荒唐！黄爷爷，星指神君为了3界苍生桎梏了一生，至少该还他自由。幽兰恳请天君网开一面。黄爷爷，神君虽已归天，但方才大家有目共睹，神君定是愿意和碧苍王一起的。您平日里极尊重神君，为何不在这时候再给他一份尊重和宽容？芙蓉，求黄爷爷开恩！望天君开恩！望天君开恩！黄爷爷，罢了。天君，你自由了。走吧。他们走了，再也没有人用神的身份来禁锢你了。
血素天地变异散成光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紧锁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彻炼俗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烟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何？如初县君呐，您是没见过我们王爷是怎么练兵的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回头您得跟着一起练。本仙君也得练，身先士卒嘛，没听过？看来你们仙界过得还是太舒服了。哎，不是。这还不行？多谢灵尊前来将领，助我仙界整顿军纪。天君客气，灵界才要多谢仙界送来的灵石，灵界才恢复的这么快。还是要感谢天君雪中送炭。哎，三界本是同源，不分你我。灵尊平时可有什么爱好？围棋练兵。是。碧苍王近来可好啊？他也算是渐渐走出来了。那就好啊。哎，你刚才说的那个怎么玩？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可好玩了！你就每天这么揉它，越揉越亮，越揉越亮。这样，玲子，这个送给你。这有什么意思？怎么就这样摸是吗？就摸它，越摸越光滑。这哪有带兵打仗有意思？哎，这比打仗有意思。你就摸着它，俗称叫盘。我有的是啊，我有一这么大，有这么大的，我都趴着盘呢。趴着盘它，那你也太无聊了。我天天带兵打仗，我都没时间盘它。带兵打仗都没劲啊？有劲，对不对？没劲。
你看这书啊，是幽兰的姐妹们写的，我和幽兰亲自指导的。这上面呢，详细的记录了你们的故事经过。这以后啊，就是你和神君的事迹综合录，一经面世，洛阳纸贵。我好不容易才藏了一册，给你了。你啊，哪天要是想神君了，就翻出来看看，免得给忘了。不会忘的，都记得。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仙灵两界都重修于好了，你还没走出来啊？我为什么要走出去啊？仙君近来很闲，还有空管我的闲事。你皇爷爷放了军权给你，让你去平定北海之乱，你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不想听你数落。沈烈，沈烈，你说要是回到最开始，你没有逃婚，老老实实的跟我成亲了，你现在会不会就不用那么难受了？肯定不会。第一，我现在不难受；第二，你这个悠闲日子真的是过得太久了，这种不要命的假设你也敢提？知道了，跟你做兄弟比做夫妻轻松。书我留下了，你慢慢看吧。走了。因为醋意指婚芙蓉君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这日子过得真快，又快1年了。世事更迭，时光如梭。呀，好朋友你，又偷懒呢？哎，你是不是又胖了？你才胖呢！姐姐没一个好东西，没一个好东西。走了，好好照顾你家主子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，讨厌鬼。你走之后，3界依旧，你的痕迹一直都在，但又似乎越来越少。会不会有哪一天，我也终将把你遗忘？哎，芙蓉君写了本书送给我们，我念给你听吧。
王爷，有妖怪在主街上，是个雪妖。无声抵过千言，此一世唯余你才算做成全。每一回眸你在身边，想进我于眼中眷恋，难能却再浮现不变。都播了，别让你乱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星指神君横空而出，抵挡瘴气，横扫魑魅。哇，后来呢？然后遇见毕昌王。这颜色适合你。这个啊，那我就买这个吧。好嘞。很好，慢走啊。哎，真是调皮。谢谢啊。你的东西。船家，哎，走吗？好，马上啊！这便是世间缘分，缘分来时无缘有，缘分断时难强求。
莫牵绊，莫牵绊，从今往后无瓜葛。抱着。仙界的人又来找过了吗？还是让你回去主持大局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，我说你如今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仙人，可他们偏就不听。下次再来，我去应付。没有下次了，我已经将我的枪寄出去了，回头我再跟芙蓉君打声招呼，定没人再敢来这行云小院。好，阿离，你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如何回来的，难道你不好奇吗？好奇啊，可我不敢问。为何呢？要是我问了，发现这是梦一场，我该怎么办？从那之后，仙界西院当中，上古神的灵位还有金光吗？我去打扫过，没有了。难道是我的那些老朋友们，用他们最后的力量，从天道手中留下了我。经历了生死，我才知道天道创神为何会让上古神以人的形态存在。为何？因为天道就是为了让上古神犯错，令神性消解，使人性发生。神明的消失变成了天意，我肯定不如从前那般厉害了。你不嫌弃吗？我不嫌弃啊，我当初爱上的不过就是一个病弱的凡人，只不过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原点。春离啊，你好像还欠我2个愿望。哦，东海边上，哪2个愿望？第一个愿望就是以后的每个夏天，你都要帮我摘葡萄。简单。这第2个愿望吗？你今天要把2个愿望都说出来吗？因为第2个愿望需要花很久的时间去完成。